这是什么地方？观察室。阿乖的被关在这里面的，从小到大。2020年，阿乖遇到了朋友，这里的用户名是金朋友。那是我朋友。哎，那是不是凶手看见通知书上的话，误以为是来杀他？可是你看到这个人，你就知道他不是我朋友啊。不是说我去看了你的脸，所以说他其实在被打死或者被捅死之前，他其实已经变成了怪。所有人都是今天开始中毒。只有阿乖出来之后，这个病毒才能扩散嘛。这个手链是从死者上拔起来的。我们是24年优秀毕业生，那这个范畴只存在我们6个人当中。有没有可能那个金朋友是在这里面代替阿乖，然后阿乖出去了，真正的阿乖在我们6个人当中，那个死者搞不好就是阿乖啊。所以按照这个逻辑，我们先不要盘谁下的毒，这个毒一定是从阿乖身上出来的。对。那我们现在第一任务确认那个死者到底是不是阿乖。哎，那就是这个逻辑嘛。你看，金朋友和阿乖只能2死1嘛，那我们接下来只需要找的这2个其中之一，不就 OK 了吗？找到一个人就能定另外一个人身份，走。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一个哈哈镜。好的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啊，非常重要的证据。我一定会保护好阿乖，他会变成一个正常的孩子，活在阳光下的。这是一张合照，就是刚才那张照片。哦，推示罕见基因疾病的诊断标准和临床实践指南。近期医学专家就基因疾病展开了研讨会，会上有专家指出丧心病狂症的诊断标准。丧心病狂属于一种神经系统障碍，以突发性不可控的极端情绪为核心。不过此病并不频繁，几年发作一次，情绪失控，瞬间从平静状态转入暴怒狂躁模式，失去自控能力，行为异常，自残、攻击、撕咬活物、破坏物体，语言能力暂时退化，生理反应，肾上腺素水平异常升高，痛觉暂时钝化，感觉不到疼吗？对，意识障碍发作期间可能出现现实解体感，无法认知现实的事物和人，发作后则会导致片段性失忆。所以其实所谓的怪物，就是得了这个罕见基因病的人。我给你看，所以会了。装什么00后啊？反面。你不会没用过这个东西吧？没用，我从来没见过。真假的？真的。行，我们听听这个。你不要怪阿乖，虽然他刚刚咬了我，但你知道他只是病了。这是妈妈吧？他才6岁，你一定要治好我们的儿子。妈妈，把他藏好，不要让别人发现他，也别让他伤害别人。妈妈拜托爸爸保护阿乖，所以爸爸把阿乖关在这里研究他的病，对吗？想找解药？这是阿乖爸爸弄的工厂，因为他答应了妈妈要保护阿乖，治疗阿乖，不要让阿乖伤害别人。所以他这些年一直在研究这些药物。妈妈去世了吧？妈妈被咬了。他的爸爸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会变成他最讨厌的人呢？那小孩不知道嘛，他就觉得他爸囚禁他，不让他看外面的世界。阿乖，我想一下啊，他就觉得他爸囚禁他，不让他看外面的世界。阿乖遇到了朋友。7月，我收到退役导演专业的录取通知书，那是我最向往的顶尖艺术学校。2024优秀毕业生纪念。优秀毕业生是我们6个人都在。我们今天死的面目全非的那个人，才是我们那张6个人毕业照片当中的其中之一。如果4年前那个是金朋友，有没有可能那个金朋友是在这里面代替阿乖，然后阿乖出去了？24年之后毕业，跟我们一块儿毕业，那个真正的阿乖在我们6个人当中。但是不可能呀，阿乖有这个病，他怎么可能认真上学呢？他说隔几年会发作一次。对，这倒是。这个阿乖一定是这样逃出来的，然后他用勺挖那个道，也就是他准备好了，但是没有人替代他关在这个里。死的这个人刚才说的逻辑是金朋友嘛？如果他是金朋友，也就是金朋友替这个阿乖在这里做那个病号符，
所以他把编号符换下来了。就那个红头发是金朋友，对，对，所以他那个说纸条上面写着我要找那个人报仇，其实要说的是阿乖，要找阿乖报仇。不，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。你说比如说，金朋友来了，阿乖跟他相遇了，然后阿乖说，那我就以金朋友的身份出去生活好了。不，我可以那为什么换个人身份，我可以叫宁缺毋滥，我可以叫科班出身。可是我们只是在学校认识的，我们之前是不认识那的。科班出身去哪里了？如果他替换了科班出身，不存在，我可以虚拟一个科班出身出来吗？我觉得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，这个是从哪儿来的？如果手环是阿乖的，金朋友怎么得到阿乖的手环？只有我们6个人才会有。那如果他身上有，是他找他的时候抓过来的吗？是这样的吗？是抢过来的吗？我想盘一下时间线，因为他中毒的时间就是12点半嘛，对吧？他是22号，今天是23号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所以是22号晚上8点看到他咬袖子，也就是咱昨天还在犯那件案子的时候，他这件事同时在发生。对，是这个道理。8点30的话，往回推8个小时，就是中午12点，12点我们俩在干坏事呢。我刚才就说一个逻辑，就是我们当中一定有个坏人嘛。没错，肯定是还得有的。这个得再找证据，还有什么东西没打开过？那个锁还没有开吗？哎，对，这一下是的。这个上面有没有什么数字之类的2003， 2003，这个2025，实在上面有一个日期。给我来，你看就是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有一个12月31号，你先试一个1231打开了，厉害。那另一个就是2003有一个关键数字，不对，你不要怪阿乖。妈妈是什么时候死的6岁，他说他6岁，他的年龄和阿金朋友是一样大，一边大。哦，18岁。对啊。 2020年是18岁，那就是2002。02年。还是你聪明啊！6666。哎，2008。2008开了。8开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来想一下为什么2008？因为2003加5等于2008，所以是2008。那我还可以说是2000加8等于2008，所以是2008呢？对啊，那就更可能是2008，因为我们做了2个算术，答案都是2008。那我还说2001加7。对啊，那可是。可以，开吧，我们就是误打误撞。 2020年是18岁，那就是2002。妈妈是什么时候？6岁，他说他6岁。啊，2002加上6。哦。对呀，当然了，还得是凶手啊，还得是凶手聪明啊。阿乖整形手术。2020年9月18日，全脸声带修复，因遭受外部冲击，面部和声带完全损坏，需进行修复手术。阿乖又想逃跑，还弄伤了自己，他受伤很严重，必须通过手术帮他修复。幸好这次及时发现阿乖了，为了防止他以后再逃跑出事，我要给他戴定位手环，戴个定位手环。什么意思啊？2024年10月18日，阿乖的身体彻底康复，样貌和声音已恢复。 这个我告诉你，这个，你看出现整形这个东西，就一定代表会有身份替换的这个点了。没错，你看啊，2020年9月18日，它是出现了全脸加声带的一个损坏，然后手术损坏原因是因为遭受到外部冲击。2020年9月18日，你回想是不是你们俩开车？不是，是8月15日。对，所以8月15日嘛，他不是全脸缠的绷带嘛？对。所以被手术的那个人是金朋友。 不用看那个，看这个。死的就是阿乖。啊！阿乖还活着的时候，他体内的病毒并不致死，且不具备传染性。OK。若阿乖死亡，病毒会在8小时内发生变异，病毒彻底变异后将具备高传染性。然后呢？与此同时，已死亡的阿乖会出现头发变红。
哦，皮肤长出红色纹路等体表特征，且会重新获得行为能力，表现出高攻击性并传染该病毒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感染源。伊索呢，阿乖会出现头发变红，皮肤长出红色纹路。好吓人啊！阿乖乖，我一直关着他，他不理解我也没关系。为了治好他的病，我要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实验研究上。最后一页是2025年4月22日晚上8点，我才发现阿乖不见了，一定是又跑出去了，我得把他找回来。所以是因为阿乖死了，所以这整栋楼的人被传染了开始变异，对，变成怪物。对。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东西都是八面玲珑是物理致死，因为是说下毒致死。现在这个东西不存在下毒了，他从小就有这个毒，是今天他的2次复活只是一个必然，所以说第一回他正好发病了。对，这就是在说今天发生的事嘛，这个本子上没错。所以是有人让他变成红头发，也就意味着我们当中把他杀了，让这个病毒传播了。这没错，就是说。阿乖在头发变红，被钢筋扎死之前，他已经死了。凶手以另外一种形式，不是病毒感染的形式把他给杀了。不一定是什么喝毒药，然后一拳打的休克死了，对，或者是击打后脑，或者是钢筋捅了，没错，都有可能。对。这怎么推啊？你现在只需要找到谁会想杀阿乖。今天死的那个肯定是阿乖，是没问题的。对。那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这个整形手术的它出现的意义是什么？如果阿乖就是阿乖，阿乖也乖乖的在里面待着，这个阿乖是否是在这个期间和这个人不知道，就是这个人一定跟阿乖长得一样的存在吗？对。有一个纸上写的。我把你当朋友，可你却想杀了我，还之类的。宣传单9号那个9号储物间的那个柜子旁边，你当年居然这样，我把你当朋友，你却想杀死我，我一定要找你报仇。会不会是金朋友跟阿乖说的？我们先捋清楚啊，阿乖死了是不是？阿乖被我们其中的一个人被那个凶手给以一种形式给杀死了。我们先捋最浅显的，凶手为什么要杀阿乖？有没有可能是阿乖跟金朋友之间的纠葛？他们俩互相杀。海报上说的那个“我把你当朋友，你却想杀死我”，我要报仇。有没有可能是金朋友想杀了阿乖？假阿乖。我听不懂。意思就是阿乖逃了出去，和我们一起上学。金朋友被留在这里代替阿乖。金朋友这次出来想杀了阿乖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就是他俩应该是共有一个身份，还是一张脸啊？就一张脸就是一个身份嘛。哦，我懂你意思。死者一定是阿乖。伊索呢，阿乖会出现头发变红。如果金朋友杀了阿乖，那金朋友可能替代阿乖混在我们之中，一定得是个男的。那昨天的凶手就不可能是这一案的凶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俩被拍了，现在就是你们俩。好，今年2选1，这就2选1了。我觉得很像2选1，因为一个是变成过丧尸，一个是跟我们留在这个实验室。当然不是我。吓死我了！电脑，就是一个电脑吧。手环定位系统。哦，阿乖有手环。工厂1楼，走。OK， 走吧，走了。出去啊。我们下1楼嘛，要找的那个点。去1楼。对。